嗨，各位金，这期我们来讲这个新角色到底怎么玩。然后这个是他的懒人包，看过有印象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抽取建议呢，一样是5星哦，因为它的5星效果可以减少必杀技的 CD， 这件事情差很多。那专武的话，我是觉得无所谓，因为它的专武只有提供自己伤害，它没有给队友任何 buff， 所以可用可不用，你也可以用别人的专武代替，只要是体力的就可以了。那要不要抽？我觉得是要看你有没有要打算组光队啊，因为现在不组光队的话，会有一个问题是，你打到光辉会遇到2只 BOSS 是需要有光队或是火队才可以通的。那如果你现在有火队的话，其实要不要组光队就无所谓。但如果你现在没光队也没火队，你可能要挑一队来组。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，后面还有一只新角色是火属性的几率很高，有可能它会是火系输出。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如果还没有推到，那我觉得不用那么急的决定，你可以再等看看。那如果你现在就卡在那一关过不去啊，那你还是得抽啊。那光车的话，因为官方也送挺多只的，所以我猜大家应该是至少也有一个3星或4星，甚至可能都满命的都有的。所以这就看你啊，反正你要组光队，肯定就是要抽这只角色。那他的技能呢，我是建议点到10啊，因为他自己本身伤害也不差。那如果你的点数水不够多，你可以点个7就好了。主要还是点技能1跟2跟必杀。那核心你想不想点就看你啊。那组队建议呢，我会把光车放在第一哦，是因为它跟水车会有一样的问题，就是它大招累积比较慢。如果你没有打2轮的话，它的大招是累积不起来的。那我放在第一位这个打法呢，待会我在讲的时候也会看到它的效果，可以在第一次超载的时候就有大招，我觉得这样玩起来会比较顺畅。那如果是跟汤马组的话呢，因为汤马本身开大呢就没什么问题了，所以我会把它放在第3位，先把 buff 堆起来，堆完之后换到汤马就可以开大了。那它的位置其实跟会长差不多，因为过载本身就可以视作为无视对方的护盾了，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有点紧绷了不好抽，你可以考虑先用会长就好，你之后呢有抽到再替换。好，然后再来是要怎么接哦。前面一样，就是把 buff 叠一叠哦，然后换到它的时候呢，用 QT 进场，因为 QT 呢也会增加光过载。那入场之后呢，先1技哦，开启核心，核心敲下去之后呢，先放2，再放大。为什么要这样放呢？因为1技能呢，它是可以按住的，它的按住效果跟伤害都比较高。然后按住之后呢，我们做 QT 的时候，它是会自动放完，所以不用担心它的技能打不完。那可能会想说，他的1技能其实有提供被动哦，如果先放1技能放完了，2次都放完了，你可以获得一个伤害。但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它的作用呢就是过载，它是开给输出来用的，它自己本身的输出我就觉得还好。那以顺手程度来说，我会比较偏好1技能放在最后才放，毕竟过载这只角色它的功用就是过载，并不是拿来打输出的。你多那一点伤害呢，我是觉得没有比较顺畅。那因为光车如果你用 QT 入场的话，其实它的动画挺慢的。这样的放法呢，我觉得是比较贴合实际上在用的状况。那我自己也打了好几轮哦，我自己测试过，这样的放法是没有问题。那我觉得这支过载呢，是我目前觉得往时在过载角色上做的相对比较好用的一次了。因为这支角色的特点是它的核心攻击可以刷新它的1技能，那它刷新1技能也不是刷新原始的1技能，它是刷新强化后的1技能，所以你就会发现它可以一直用那个连续砍的招式。那你这遇到切换出来，它过载在 CD 的时候，其实也不用管它，你就是把招放一放。那这时候你技能2招呢都是拿来叠超载的，那你这时候把超载放掉的时候，你也不用担心说待会叠不起来，因为它的1技能你按到底放，跟你按一下放开，它叠层是不一样。你单纯的点一下，它是只有叠18%，如果你按住让它叠到底的话，是叠了36%。那再加上它的大招呢40多%，基本上已经快满了。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，那我还少了1招，对。因为我要扣它的核心攻击，你再切换出来，如果遇到它现在正在 CD， 你不用管它，你放完招之后开始普攻，把你的核心打出来，核心拿在手上不要动，然后接着等一下下，真的是一下下，差不多0点多秒而已。你的大招呢就可以打在它已经 CD 结束的过载上。那这时候你大招打完再放1技能，这个时候我核心都没有丢出去。那1技能放完之后是不是叠不起来？对，因为你这时候要打一下核心，然后你就会拿到一个新的1技能。这时候就是回到之前的回圈，就是一样按住1技能，然后 QT 车。它现在这用法，我认为是我用到所有过载里面比较满意的一支，因为至少我们不用在那边干等，你的技能也不会因为过载在 CD 反而要扣着。这一支角色
并没有这么缺过载量，反而是可以把招式都拿去做输出。那这一套配置呢，你就算把输出换成汤马，用法也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那我自己测试之后，我也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好啊，那这一期就这样吧，我们就下个主题再见。